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隻特別的股票，它的營收同比增長了 1952%。這條公司叫 AST SpaceMobile， 它幹的事兒聽着特別科幻，用自己發射的低軌衛星，直接連接咱們手機裡普通的 4G、5G 信號，完全不需要任何特殊設備，就跟打平常電話一樣，直接走衛星鏈路。這條賽道上有個你可能更熟悉的競爭對手 SpaceX 的星鏈。我研究了一圈，今天先把結論直接說給大家。评級是觀望，偏向投機性質。現在這個價格不太建議追高。至於具體買多少，在什麼價位買，風險點在哪裡，止損怎麼設置，後面我會一條一條展開跟大家說。低軌衛星直連手機這條賽道確實是實實在在的剛需，全球還有40多億人沒享受到穩定的網絡覆蓋，像山區、海上、沙漠這些地方，地面基站根本鋪不過去。而 ASTS 的方案不需要依賴地面基站，理論上只要天上有足夠多的衛星，全球任何角落都能收到信號。我整理了關於這家公司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營收同比增長 1952%。不過這個增速看起來誇張，主要是因為基數太小，去年才剛開始有商業合同落地，而且營收绝对值只有8490萬美元，對於市值277億美元的公司來說還是九牛一毛。第二，毛利率 44.8%， 每賣出1塊錢的服務，成本大概是5毛5，剩下的4毛5就是毛利。對一家刚進入商業化的衛星公司來說，這個水平不算差。第三，營業利潤率是負 1014%， 意思是每賺1塊錢營收，運營成本上還要額外虧進10塊錢。畢竟衛星研發、發射、地面站這些都是巨額投入，目前完全靠融資在支撐。第四，貝塔值是 2.63 倍，這意味着它的股價波動是大盤的 2.6 倍多，大盤跌 1%， 它可能跌 2.6%， 大盤漲 1%， 它也可能漲 2.6%。高彈性對應的就是高風險，不管漲跌幅度都會被放大。而 STS 當前股價報 71.45 美元，今日漲幅達 8.88%， 成交量為2244萬股，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為 65.62 美元，今日盤中最高曾觸及 73.20 美元。從52周表現來看，其股價區間為 36.08 美元至 133.86 美元，當前價格處於52周區間的下半段偏中間位置，較52周高點已回落 46.6%。回顧關鍵時間節點，2025年初 SpaceX 星鏈直連手機服務正式商用，市場開始對 ASTS 的競爭格局產生擔憂。2026年上半年 ASTS 旗下藍鳥衛星群陸續完成入軌部署，與 ITT 威瑞森合作的商業服務也同步上線，受此利好推動，公司股價一度衝高至 133.86 美元的52周高點。不過此後股價自高點持續大幅回撤，截至今日已累計下跌近 47%。 接下來聊聊最核心的估值問題。先給結論， ASTS 當前的估值完全是在給未来提前買單，價格裡已經塞滿了各種樂觀假設，最直觀的就是企業價值與營收的比值，現在高達257倍。要知道，就算是高成長的科技公司，這個數字超過50倍都得打起12分精神，257倍簡直是另一個維度的存在。市場給它定價的核心是壓住它2027年的營收能從今年的8500萬美元漲到 7.48 億美元，這中間4到5倍的增長必須完完全全兌現才行。再看市淨率也有 10.3 倍，一點都不便宜。至於市盈率，因為還在虧損，根本算不出來。分析師那邊的態度也很有意思，目標價均值是 81.5 美元，最高喊到108美元，最低卻只有 41.2 美元，分歧特別大。現在的價格距離分析師均值目標價還有大概 14% 的上漲空間，但這 14% 能不能拿到，全看2027年的增長能不能兑現。賭對了是肉，賭錯了就是坑。我們再来看這家公司的基本面亮點。第一，毛利率達到 44.8%， 這充分證明了其商業模式具備健康的盈利潛力和清晰的利潤邏輯。第二，公司賬上現金儲備充裕，達到 30.3 億美元，而總債務為 29.9 億美元，
淨現金約為3800萬美元。以目前的現金消耗速度估算，公司的資金儲備大約還能支撐2到3年的運營。第三，公司的合同質量頗高 ，AT&T、威瑞森、沃達豐等行業巨頭均在其客戶名單中。這不僅彰顯了公司技術實力獲得了全球頂級運營商的認可，也表明它絕非一家缺乏客戶基礎的概念性公司。在亮點之外，我們也需要關注其存在的問題。第一，淨資產收益率 ROE 為負 37.8%。通過杜邦分析拆解可以發現，儘管資產周轉率尚可，但極低的淨利率以及因持續虧損而受限的权益乘數，共同導致了這一結果。這表明虧損是由真實的經營狀況驅動，而非財務槓桿所致。第二，公司每個季度都在消耗大量現金，經營活動完全依賴外部融資，尚未形成自我造血能力。第三，存在股權稀釋風險。公司目前仍處於重資本投入階段，未來為維持運營和發展，大概率需要通過增發股票進行融資，而每一次增發都意味着對現有股東權益的稀釋。我結合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經營情景。多頭情景，概率約 25%。此情景下，衛星入軌進程超預期推進，2027年營收突破8億美元，接近盈虧平衡。同時 SpaceX 的競爭強度低於市場此前預期，機構重新啟動增持。計入情景，概率約 45%， 目標價區間為65到90美元。此情景下，商業化按計劃穩步推進，2027年營收基本達成 7.48 億美元的市場預期，但虧損收窄幅度有限，仍需1到2輪融資支持，機構維持中性評級。空頭情景概率約 30%， 目標價區間為35到50美元，接近52周低點。此情景下，衛星發射出現延誤或故障， SpaceX 大幅搶佔運營商合同，公司被迫進行大額增發，疊加宏觀風險偏好下降，作為高貝塔標的將遭受雙重壓力。綜合3種情景的加權期望值約為75到80美元，當前價格 71.45 美元處於基礎情景與空頭情景的交界位置。向上看，若觸及90美元目標價，約有 26% 的上漲空間，向下則可能回撤至35美元，最大回撤幅度或超 50%。最後聊聊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我的目標價中枢定在 81.5 美元，目標買入区間選在55到65美元之間，理由有2點，一是這個區間在52周低點36美元上方留足了緩衝空間，而且布林帶下軌在59美元，屬於技術支撐的聚合區域。二是這個價位對應的企業價值營收比率會從當前的257倍降到200倍出頭，雖然估值還是偏高，但安全邊際相對更大一些。今年 8.88% 的當日反彈是 RSI 6，低至 22.74， KDJ 3線全部跌破20後的超賣回彈，不代表趨勢反轉。真正的中期反轉信號，至少得看到價格有效站上 MA20， 而且要有成交量配合才行。在那之前，等價格回落到60美元左右，再考慮小倉位試探，倉位控制在總倉位的 5% 以內，止損位我設在50美元下方。如果跌破這個位置，說明市場對它的商業化預期已經大幅降溫，原本的基礎邏輯可能被否定，繼續持有就不太划算了，風險報酬比會變得很差。接下來重點等2個季度的催化劑，藍鳥衛星的入軌進度， AT&T 和威瑞森公布的實際接入用戶數，還有下季度財報收入能不能突破5000萬美元。這幾件事裡只要有一件明顯低於預期，就是撤退的信號。總結一句話， ASTS 是個要麼大賺要麼虧慘的賭注，賽道是真實存在的，但風險也實實在在，只適合拿小倉位參與，絕對不能當主力倉配置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ASTS 或者衛星直連手機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我特別想聽聽大家對 SpaceX 競爭的判斷，覺得內容有用的話點個讚，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